经历过上一周对美国疫情的关心，那么本周呢，我们知道大家把目光主要聚焦在欧洲。首先是意大利，意大利已经学会封城了。紧接着我们看到了法国和德国，欧洲的两个火车头，他们被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1000。那么大流行就不仅仅是趋势了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欧洲。整个欧洲的疫情爆发只带来了一个向好的迹象，或者说只有一个利益团体获益，右翼、极右翼，甚至使用类似希特勒的式的语言，要把难民挡在欧洲以外。欧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很大的福利，而且欧洲也是我们知道白左最集中的地区，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德国的大家都把大爱从60年代开始就挂在嘴边。德国人因为长久以来的洗脑，他们天然的认为自己有一种负疚感。法国人的浪漫从女权主义追求个性自由，一直到关怀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自由。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也知道法国援助了 P4， 德国为了淘汰工业 2.5 的设备跟中国走得很近，而且不是1年长久以来，包括像莫大妈这样到中国来绕一圈的，都偶尔提起一下中国人权问题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他只想把德国预备淘汰的设备以高于废钢铁的价格卖给中国。那么这种把戏呢，玩了很多年。早几年大家对他还有一些幻想，现在随着欧洲在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包括英国坚决的脱欧，所以我们知道欧洲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了。欧洲曾经在阿拉伯之春的运动中一直站在难民的这一边，在2伊战争爆发的过程中，他们派出了很多或者默许了很多自己的公民，欧盟的成员，欧共体，当年还叫欧共体，是吧？那么几十年下来，他们把这种无私的爱洒向了世界，甚至在美国人发动第2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，他们还坚决地站出来阻拦了不惜在北约内部发出2种声音，在联合国更是极力的阻挠。最终我们看到了伊拉克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结果，阿富汗问题也仅仅是消灭了基地成员，塔利班还活着，美国人跟塔利班握手言和了。那么前期的这一切带来了什么呢？带来了大量的难民，尤其是我们知道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以后，法国人的兴奋感演变成了整个欧洲的梦魇。时至今日，因为人口的快速流动，因为欧洲巨大的包容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欧洲都沦陷了。在疫情爆发的这些热点地区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阻拦，因为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疫情之中。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拒绝难民，排斥人口流动，发自内心的抗拒前共产主义国家，或者说现在还在玩着这些变种的社会主义的这些国家。那么他们是哪几个呢？是吧？东欧。所以它既不可能从非洲输入病毒，也不可能从中国输入病毒。到目前为止，东欧的几个国家相对还好一点，
西欧的几乎全玩完。前面我们说意大利死的人密密麻麻，几乎无法接受这种状态。无论是米兰的市民，还是各个工业镇的与中国有着密切交往的这些城市的工人，都在感觉到所有的约束突然降临的时候，他们不习惯。法国和德国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，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习惯，甚至在学习武汉经验来进行封城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长久自由的国度封闭几乎是不可能，因为他们有自由迁徙的习惯，背个包去周边国家旅游都是一种常态。中国人你让他出自己的县，他都得掂量掂量。请个假出去旅游了，回来工作还有没有了？那么背个包出去旅游了，住什么样的店，玩什么样的景点，花完了钱回来要多长时间才能补上窟窿？其实我们知道，很多人更多的是不适应外部世界，包括有些人离开中国以后，他在犹豫，他一直在反思他是不是做错了这种情况在很多中国人中都出现了。所以中国人跟欧洲人相比的话，应该来说既没有语言优势，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，它的流动性毕竟还是比较差的。而欧洲的流动性，人口的流动性甚至比美国还要高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，在这一刻选择即便是封城能解决问题吗？欧洲与中国完全是两种状态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所以这一刻即便他学习你封城，也不可能阻拦病毒的蔓延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的现象。其实后悔也来不及，当初你就轻视了它，几十年来的自由化、全球化，以及默许红色帝国伸向欧洲的触角，现在说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因为事态已经蔓延开来了。唯一能够指望的还是自己的医疗制度、个人的抵抗力，除此以外就只能祈祷上帝能让疫苗早日工业化生产。祝大家好运，再见。